这边我们现在的位置可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哦。文学馆的前身呢是我们日治时期的台南州厅，它是在1916年落成启用。从州厅到光复之后呢，曾经被空军使用过，然后对台南人来讲，大概他的记忆会停留在它曾经是台南市的市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市政府的使用，直到市政府搬迁到现在的永华路那边之后呢，这边就在民国87年移转给文建会。那在民国92年的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文学馆来做使用。看到全台首学呢，就代表我们已经到了孔庙。台南的孔庙是台湾孔庙里面最早建的。那最初呢是这个在1665年的时候，由陈永华当时候的志义参军然后他建议政经呢要来修建这个孔庙，也就是要办学校，要培育人才。所以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下呢，在1665年的时候就创建了孔庙。其实从这个明郑时期一直到清领时期，我们的孔庙虽然是庙，但是它也是学校那当时候基本上就是台湾这边的最高学府所以才称为全台首学。现在在我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日治时期的爱国妇人会台南支会的一个会馆的所在那建造的年代就是在日治的晚期了，已经到1940年代。不过它看得出来它还是比较保留了一个日式的一个风格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洋和式洋式跟和式的一个结合。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交给了红十字会。那后来有包括像中国国民党的台南市党部，然后中美在断交之前的美国的一个领事馆新闻处一个办公处所也在这里。那当时候这边他们还有设一个图书馆，所以其实很多台南人可能都老一辈的台南人还有印象他们曾经在这边的图书馆来这边看书。目前呢，这个建筑呢是作为一个文创 Plus 的一个台南的文创中心。台南的武德殿是在1936年建的当时候它的全名应该叫做大日本武德会台南支部武德殿那这个武德会呢，其实它是在1895年在日本的京都所成立的。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广武道。那这个武道里面包括了柔道、剑道，还有弓道，就是射箭。那目前是忠义国小他们还有在使用，是他们的一个礼堂的功能。那台南的武德殿呢，它的一个整个建筑最大的特色，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我们正面入口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称为唐破风的一个建筑的风格现在来讲就是一个日本式建筑的一个样式在我后面这一栋呢，红砖的这一栋建筑呢，目前是我们的叶石涛文学纪念馆。当时候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1925年落成启用的它是日治时期的山林事务所。它的一个建筑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包括说你现在可以看到的，它这个2层楼那外观都是用红砖那在前面的部分它有一个水平的伸出眼那有一点像一个意象的入口，可是入口又不在那边那包括它上面有这种
那个窗户都是方形直的，然后在上面有这种拱圈哦，盲拱圈哦，这个基本上是它的一个特色。那我们目前呢，我们是这个建筑物呢是作为我们叶石涛文学纪念馆哦。那叶石涛是我们在时候台南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文学作家哦。那这位就是叶石涛先生的一个塑像。那叶石涛先生在当时候他其实是一位老师哦。那曾经在我们现在的永湖国小那边任教过。这边看到的这一段话哦。这是个适于人们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哦。这个在形容台南啊，形容府城哦。那这个就是出自于岳石涛先生的一个作品里面的一段话。林百货呢是1932年落成启用的哦。当时候其实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只有林百货一家哦。日治时期在这个地方呢，大概它已经这个名称已经叫做莫广町。那因为这里盖了很多像林百货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百货公司之后呢，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哦。那有一点像是这个东京的银座哦，所以这一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条中正路，其实在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是莫广町啊银座通哈啊。那讲的就是说哦，这边是一个很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林百货的一个外观啊，它用的其实也是当时候的流行的一个样式哈，这种13勾面砖哦，13高的一个面砖哦哦，所以这个整栋它现在的样子其实就是跟它当初的样子是一样的哈，就是一样是用这种勾面砖哈。啊，这边看到的呢是我们的台南的一个土地银行哦。那土地银行的前身其实是在日治时期的劝业银行。劝业银行在1922年的时候在台北成立了支局，然后在1928年的时候到台南成立支局。哦，那这个建筑外观呢，大概融合了几种那个建筑的那个风格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大的这个柱子哦，这个应该算是属于埃及神殿式的柱子哦。那窗户的部分呢，哦，那个是佛教式的一个窗户哦。那在它的顶楼的部分，那个女儿墙的部分，其实是一种玛雅式的这个女儿墙的样式哈。每一根柱子的上面柱头的位置，其实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福神的脸孔哦。哦，那这个就是透露出这个所谓的日本的一种那种风格啊。目前呢，这个已经列入是我们的市定古迹。天坛最早的时候呢，应该是说明郑时期的时候，他们在做一个祭天仪式的时候，会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当时候也并没有庙哈，只有一个鼎，所以加上叫天公鼎哦。那有一个炉天公炉这样子，一直到清朝之后呢，到了咸丰年间，咸丰4年的时候，这边才开始有建了一个庙哦。那主要当然就是拜天公哈，就是玉皇大帝哦。那可是它的名称呢，我们还是用天坛。因为它庙已经很有历史了哈，所以它里面的碑匾额也比较多。那其中最知名的应该就是有一块这个一字匾哈，我们的正殿这边就有悬挂这一块一字匾哈。那如果到我们天坛来，那一定是要去这个看一下这一块一字匾。英料理其实是在日治时期1912年的时候，由当时的一位日本人天野久吉哈，这位天野久吉先生号称是当时候有一个称呼，就是称他为台湾第一刀哈，就是他的手艺非常的好。当时候呢，因为英料理呢是临近我们的州厅，还有旁边像嘉南大郡组合啊，然后像这个合同厅舍，所以呢。这附近呢，
一些政商名流如果要宴会要这个用餐吃饭呢，经常会到英料理这边来做这个餐会。那所以这边其实有一个称呼叫做地下决策中心。到2013年这边做了重新的整修之后，目前呢，我们看到后面这边，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展览就是展示当时候英料理的一个像工作服，像它的布帘，还有它料理用的一些刀子这种文物都有在做展示。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物呢，是我们称它为测候所，其实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气象局啊。当时候呢，日本人在1895年来到台湾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开始在台北啊、台中、台南、北中南啊、澎湖、花东地区设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测候所气象站。台南这一座也是其中一座，到目前为止。台南这一座也是仅存的一座保留的最完整的一座那在这个测候所的外圈是18边形，那它的里面其实是3圈的同心圆那中间有两圈是走道然后在走道的旁边就有摆放这一些那个气象用的仪器。那现在在我后面看到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日治时期的一个合同厅舍。那这栋建筑物呢，其实它是分2个部分去完成的首先是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部分就是比较高的这个塔楼的这一块。那这个是在1930年落成启用的那当时候它是作为一个这个昭和天皇就任的御大典的纪念塔。后来呢，两边呢是到1938年才增建出来的。那增建之后的整个建筑物的用途就包括了做消防队使用，还有呢就是警察会馆，还有一个就是警定派出所那他们3个单位呢一起在这边，名称就叫做合同厅舍。目前呢，这个合同厅舍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消防队还继续在这边使用之外，另外的一边呢，经过整修之后，目前是当做一个消防博物馆来使用。在正中间这个塔的最下方1楼这边呢，目前是由我们观光旅游局的一个游客的服务中心在这边做使用。